兄弟们，老规矩，咱们的内容较多，所以您可以通过 chapter 段落去选择您最感兴趣的内容先听。特别是喜欢赌球的朋友，可以直接跳到最后对下面的几场比赛的预测和分析，超级预测、超级分析。到现在老 K 好像正确率非常高啊！但其实我自己是不赌球的，我有许多朋友热爱赌球，我觉得4年1次的世界杯期间偶尔玩一玩，无伤大雅。那么昨天韩国2-1逆转捷克这一场，真的给东亚人争气啊！在场上看到韩国队员控球，捷克队员撞都撞不动，这样的在高强度压力下的技术运用，无论捷克队怎么抢，球就是抢不下来，真让人羡慕呀！想想中国队员什么时候能有这样在中场游刃有余的控球、带球、传控？面对欧洲强队，对方怎么抢也抢不下来的话，那老 K 做梦都要笑醒。到那个时候，不管世界杯的比赛成绩如何，我都会是中国队的第一死忠球迷。但其实说来说去，过去也当了几十年的死忠球迷了。哎，不提也罢。那么咱们首先就看一个数据，全场球员进攻参与度的排名。对面捷克队没有一个人进入前10，仅此就能看出韩国队是将对方压着打。排名前3的孙兴敏10次，第2名金敏哉9次，第3名黄仁范8次。特别是黄仁范，看了球的都知道。他成功传球73次，触球93次，射正2次，都是全场第一。另外，23岁效力于中日德兰队的李涵榜，身高1.90米，在丹麦超级联赛踢球，已经被英超的布莱顿队看上了。相比于传统的高大的中后卫，他更灵活一些，但对抗也差一些。过去还客串过右后卫，在韩国队的定位球的时候，有时候能够破门，只是丹麦联赛的质量比英超还是差一点。还不太能说明问题，世界杯就是这个球员的试金石。韩国人在足球上的成绩建立起来的自信，包括在文化其他领域，导致韩国男球迷在墨西哥街头直接陌生的女子就上来跟他接吻。哇，韩国男人已经不想离开墨西哥了。这事啊，老 K 也知道，不管在欧美哪个国家，韩国男人现在吃香极了。K-pop 的影响力太大，再加上世界杯。而在韩国国内逆转取胜之后，学生们在教室内也是疯狂的庆祝。想起2002年还是大学生的老 K 在国内，当时也是看中国队的比赛，哎，不提了，3场全输。除了赢球逆转之外，咱们还能看到韩国队这一场把对手跑到累得瘫在地下，这样的踢法太现代、太欧洲化，在全世界球迷面前打出这样的表现，实在是让我们华人有些羡慕。那么昨天韩国对捷克这一场比赛，仅仅在中国大陆国内实时观众的规模就达到了4407万人，这还仅仅是中国大陆，要是加上全世界，你想一想，全球这么多国家，这么多人同时看韩国队的逆转取胜，是不是就会对韩国人的印象越来越好？总之，通过世界杯展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气质和斗志，这就是最好的舞台，其意义远远大于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韩国美女也出现在现场，像全恩菲在 ins 上也有配文，韩国队冲啊！她是前 iZone 的队长，现在单飞的歌手，号称水蛋女王，您可以搜索一下，懂的都懂。只是全身的脸蛋和身材有些高科技，不如张元英的天然成分可能更高一些。那么韩国对捷克这一场，2个队都是3-4-2-1的阵型，韩国是用3中卫保障后场的安全，边翼位提供宽度，中前场依靠黄仁范、李刚仁、李在成和孙兴敏之间的短传和穿插制造机会。他们的核心优势是中场的推进能力太强，小范围的传递能力太强。虽然同样都是3-4-3或者3-4-2-1的结构，但韩国是一种流动性的控球打法，捷克则明显依赖定位球。最后韩国的控球率达到 61.7%， 预期进球数 1.84， 而捷克队的 XG 呢只有 0.81。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打出来的战术就非常清晰，少打那种复杂的地面推进，没有那个实力，更多的用手榴弹一样的界外球、任意球，还有头球直接找克雷伊奇、苏切尔、希克等等高点。没说的这个方案还一度成功，第59分钟的进球就来自于他们的手榴弹界外球，但是在运动战中创造力不足。赛后捷克主帅库贝克也承认，球队需要在最后30米更有冲击力、更有创造力。相反，那边洪民朴的胜负手就是换人，特别是在韩国队扳平后不久撤下孙兴敏，换上更加能直接冲击对方禁区的吴贤奎，最终吴贤奎打入了制胜球。
在比赛中，针尖对麦芒，首先是黄仁范对上了整支捷克队的中场防线，这也是全场最关键的对位。黄仁范不仅打入了扳平球，还助攻了绝杀，他也成为历史上继崔纯浩还有洪明甫之后第3位在世界杯单场同时有进球和助攻的韩国球员。而他此次的73次传球是1966年以来韩国球员在世界杯单场第2多的传球次数。第二个对位，大巴黎的李刚仁对上整支捷克队的防线内部区域。李刚仁的技术真的太好了，他的运控球，哇，他给黄仁范的助攻是破局的关键。特别是韩国先丢1个球的情况下，老 K 说过多次，丢球后的10分钟内必须要扳平，否则就很难了。李刚仁最后完成了全部37次传球，赢下了14次对抗中的10次，还创造了3次机会。第3个对位，孙兴敏对上捷克的后卫和他们的门将科瓦日。孙兴敏得到的机会是最多的，但没有进球。上半场他一个人就已经有5次机会，但确实年龄偏大，爆发力下降，所以许多动作有些变形。但门将科瓦日也多次的阻止了孙兴敏。本场比赛第4个关键对位就是捷克的高点对上了韩国的3中卫。捷克队在地面战长期处于劣势，但依靠着手榴弹一样的界外球和头球持续制造威胁。这里多说一句啊，手榴弹界外球往往会比角球更具威胁。第一是节奏不一样，第二是发球点不一样。但你说发球点不一样吧，这个位置即使是间接任意球，也没有手榴弹界外球的威胁大。老球迷看了很多年的都知道这一点。另外，今天克雷伊奇的进球，还有苏切克被吹越位的那个头球，比赛末段捷克队的2点球的威胁都来自他们的高点，也可谓把自己的特点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本场球全场最佳无疑是韩国队的黄仁范，1个进球1个助攻，而且他既是节奏的控制者，还是最后的3区决定性的。夸张一点说，黄仁范支配了今天整场比赛。第2个就是大巴黎的李刚仁，创造力的核心。李刚仁那个直塞啊，帮助扳平，他是整个韩国队有球权的时候体系的重要连接点。而且他今天的传球1次都没有失误，对抗的成功率也高，还创造了3次机会，强，真的是太强了。韩国队第3点，队长孙兴敏表现极为活跃，但效率不高。孙兴敏的临门一脚状态不佳，还是跟自己的身体随着年龄偏大了之后，肉眼可见影响很大，所以离开英超去美国踢球，这在战略上也是正确的。孙兴敏是第4次参加世界杯，他的目标是想追上韩国队史的进球纪录。那么捷克队这边，首先队长克雷伊奇打进了唯一的进球，但整体上球队还是没能守住1-0，有些遗憾。第2位大哥苏切克，第77分钟他一度头球破门，吓了老 K 和儿子一跳，但是被判越位，如果没越位算进，那今天整个比赛的态势会完全颠倒过来。第3个希克和科瓦日，希克虽然首发，但基本没有拿到什么球，影响相当有限。未来的比赛，捷克队必须要希克、舒尔茨这些关键的人物拿出更多表现才行。而门将科瓦日虽然丢了2个球，但多次扑出韩国队员的射门，没有他今天就被打花了。那么整个比赛的过程，上半场韩国是完全占据了主动，可惜没有将优势转化为进球。孙兴敏突前，李在成、李刚仁在身后支援，韩国队的技术和传控可以看到相当好。而捷克队在劣势下就只能依赖自己的身体，更直接的打法和定位球。第59分钟，曹法尔长距离的手榴弹界外球扔进来，克雷伊奇一蹴而就，头球破门。第67分钟，韩国队迅速扳平，黄仁范接到了李刚仁的穿透性直塞，接球后完成摆脱，漂亮的变。老 K 今天还给儿子说呀，踢球就是这样，到了小禁区禁区内要多学习梅西，不要太简单，变速变向变节奏，就像今天黄仁范这个球，如果直接射，多半会被门将扑出。进球的2分钟后，第69分钟，主教练换下孙兴敏，换上了吴贤奎。第80分钟，黄仁范在右路的低平传中，正是吴贤奎包抄破门。这个换人的胜负手洪明甫之前老 K 聊韩国队也说到，这个换人的胜负手洪明甫虽然在训练当中他的价值不大，这个老 K 在之前介绍韩国队也说到了，他的训练更多是靠外籍的助教团队，但关键性今天的这个换人起到作用，功不可没。比赛到了最后的尾声，捷克队仍然有机会，除了第77分钟苏切克那个越位在先的头球破门进球无效以外，第93分钟萨迪莱克、赫罗热克他们的进攻都制造了威胁，门将金成奎表现不错，末段就险关键的扑救。数据上韩国射门15次，捷克7次，
韩国射正了6次，捷克4次。韩国4个角球，捷克5个。特别提一句，在扳平那个球之前，韩国队一共有25脚传球，这也追平了1966年以来整个世界杯进球前第5长的传球序列。所以今天的韩国队非常的欧洲化，首先是个人运控球的能力非常强，技术，个人的控球技术是基础，然后再结合他们欧洲化的传控，控最重要，然后是传，形成传控。这只是现代足球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个球队长期要想成绩好，就必须要成为一支强队，而任何一支强队的标准就是它的传控能力必须在线。那么有意思的是，今天这座体育场的容量45664，官方说上座人数达到了44985，但在比赛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许多空座的区域，所以这官方公布接近满员的上座人数有水分。许多媒体都猜测是因为票价太高，而国际足联呢又不想承认票卖的不好。韩国队这次终于打破长达16年的首战不胜的魔咒，也拿下了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第1场胜利，凭借自己更强的进攻推动力，可谓是实至名归。那么胜负手就是黄人范。而韩国足球现在真正的优势不只是单点爆破，还有他们整体的传控能力，也包括在对方内部区域不断的穿透，并且持续的压迫施加压力。无疑韩国队已经展现出类似于欧洲强队的水平，而属于中国足球的路还远着呢。想想董路一天到晚在直播和视频里面鼓吹说中国人踢不了复杂的足球，中国人只能开大脚，算了，好日子不踢他也罢。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老 K 的冷知识，今天的韩国球员李泰熙，他和职业电竞 T1 队的打野 Warner 是同学，两个人关系很不错，经常一起出去玩。英雄联盟的粉丝们对 T1 战队那是很熟悉了。李泰熙最近的成长非常迅速，由于有个当国脚的爸爸，所以他每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都踩得刚刚好。去年踢了一个赛季好球，马上迎来了入选国家队的机会，又得益于洪明甫现在正好打3-4-2-1，他的技战术风格极其匹配边翼位的战术要求，所以这次顺利参加世界杯，很快也许就能去5大联赛踢球了。李泰熙的父亲就是过去著名的李以荣，前国脚。李以荣今天谈到，我现在看儿子踢球比自己当球员的时候还要紧张，我给他提建议的时候他又会紧张，我只是告诉泰熙让他好好享受比赛，不管他上不上场，这对他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经历。这是他第1次参加世界杯，我告诉他，如果有机会上场就好好享受比赛吧。老球迷也许还有印象，2003年12月份，当时中国国足和韩国队那场比赛，下半场第58分钟，李以荣当时在中场持球推进，咱们中国队的李毅大帝李毅上前贴身逼抢，直接出脚踢到了李以荣的脚踝。因为李以荣这里本来就有旧伤，所以被踢了之后情绪失控，丢球的瞬间回身，狠狠一个大巴掌扇在了李毅的后脑勺上，李毅当场应声倒地。于是冲突全面升级，国足队长李玮峰当时立刻冲上来为队友出头。当时中国球员、韩国球员都围拢过来互相推搡，韩国球员安贞焕上前一个飞踹李玮峰，险些场面变成了大规模的群殴，全靠裁判紧急上前隔开了两队的球员，这个场面老 K 是记忆犹新。李以荣因为恶意的暴力打人，直接被红牌罚下，韩国队少打1个人，但为了找平衡，裁判也同时给倒地被担架抬下场的李毅大帝补了1张黄牌。事后李毅还说，我很委屈啊。多年以后，李毅后来在直播的时候还曾经复盘过，说当时完全没有料到对方会直接动手打人，自己也是克制住了，没有还手。如果当时还手冲动的话，2个人都会被红牌罚下，那么球队也会陷入更大的被动。李毅大帝很开心，自认为当时自己的处理足够冷静，所以2个人虽然都同姓李，但之后也再无交集。这个往事也成为老球迷长久记忆中的经典一幕。关于李以荣掌掴李毅那个片段经常看到，被反复的剪辑回放。但时过境迁，李毅的儿子踢球嘛，我不知道。可人家李以荣的儿子李泰熙今天首发打了69分钟，在左边翼位也是尽职尽责，防守端没有出现大的纰漏，进攻端还屡屡见到积极的前插参与进攻。虽然相比右路他的威胁稍微小一点，但球员也是勤勤勉勉，战术执行力100%。加拿大打波黑这一场球，说真的踢的是很热闹，但按老黑朋友的一句话，这完全像看了一场英冠的比赛。所谓的世界杯的观赏性，难道就是田径队打田径队吗？波黑这个队，你别看是欧洲队，还一个个牛高马大的，但看下来也是粗中有操。
加拿大队就更别提了，曹哥外面还有一群曹哥，一边全是能跑能抢的体能怪，拿了好多定位球和角球，但起高球又顶不到。另外一边一堆傻大个曹哥们传了许多的身后球，想打反击，但跑到位了又不知道该怎么踢球，就像是篮球队打田径队。但有一说一啊，加拿大真像是美国二队，实在是太能跑了。而上半场10-1的角球比竟然都没有任何威胁，波黑唯一就一次角球进攻就进了个头球，这正是波黑的身高优势。下半场加拿大的进攻源源不断，波黑的后卫多次救险也经受住了考验。加拿大主教练马西换人还可以，非常坚决，知道乔纳森戴维没什么用，换普罗米斯戴维上来，知道奥卢瓦塞伊多次错失良机，换了个拉林上来，正是这两人帮助加拿大扳平了比分。波黑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攻势，还好最终也守住了1分。今天老 K 也参加了小镇组织的看球，还免费的送爆米花。但0-1的时候我也发了个朋友圈，这东道主真不怎么样，小镇的居民们人人攥紧了拳头。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英冠也是有看头的，这场比赛大开大合，粗中有粗，波黑的防守也算是赏心悦目，就是太保守了，比起墨西哥踢南非那一场，虐菜也虐得那么艰难。加拿大作为最弱的东道主，我估计在小组里面也就是保2争3的角色。总之啊，加拿大给人一种很忙很想赢的感觉，就是不知道在忙什么。两个糙大汉在场上踢来踢去，我是不知道加拿大这些不懂足球的球迷看上去是什么感觉。不过下半场确实刺激，那个被后卫极限解围踢到横梁的球，只能说加拿大还没有赢球的命。另外加拿大这个进球很精彩，一气呵成。虽然水平是一般吧，但我估计中国队来肯定打不过这两个队。另外波黑的那个小孩，一堆主流联赛的豪门想买，但踢球太堵了，传球带球都不合理。有个反击边路带球过去，中路2打1等着传球包抄了，硬带不传，就是想突破内切，他还往中间走，中间一堆人。所以今天这场球两队就像镜像一样，打了2个4-4-2阵型，只是风格截然不同。加拿大在实际进攻当中，乔纳森戴维经常回撤，奥卢瓦塞伊扯动，边路的米勒和布坎南负责冲击。问题是前60分钟加拿大的推进速度很快，可最后一传和禁区内的终结能力太差。波黑队战术核心更清晰一点，中低位的防守保护禁区，等待着定位球的机会和反击。第21分钟的进球正是来自于角球的2点设计。领先以后，波黑按照计划越来越深的摆大巴推到禁区附近，靠着科拉西纳茨、卡蒂奇还有巴西奇的防守能力撑住比分。这3位大哥的表现是真好。到后来总算是主教练马西的换人成了加拿大拿1分的关键。阿里·艾哈迈德提供右路的推进，普罗米斯戴维增加了禁区前的支点，9号拉林上来给了加拿大一个真正像中锋一样的终结能力。而波黑的问题是领先以后确实退得太深了。不过主教练巴巴雷茨对最后的结果仍然感到满意。好，冷知识多说一句啊，多伦多这个 BMO 球场固定座位只有30991个，临时加装了南北的临时看台之后，总容量达到45736个，但是肉眼可见好像座位没有坐满。今天赛前也算是举行了第2场的开幕仪式，而过去曾经长期定居印度的宝莱坞巨星洛纳法泰西领衔了这场开幕式。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印度移民问题，哎呀，不能多说。不过这个洛纳法泰西，他虽然过去在印度长期居住，也是深耕了宝莱坞的电影圈10多年，算印度顶流的女星，但她其实不是印度人。她父母是摩洛哥裔阿拉伯的家庭，血统是摩洛哥。92年出生在加拿大，在多伦多长大，持有加拿大的国籍。不过她的外祖母是第3代的印度裔，也有少量的印度家族的血统。他本人说自己内心很认同印度，但国籍始终是加拿大，所以选他，我估计印度移民们会非常非常高兴。好，今天的开幕式上还有加拿大的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飞越了体育场上空。明天老 K 还想带着儿子去我家北边的叫 Barrie 的地方，再看一下雷鸟的飞行表演。那么赛前，加拿大队员统一身着裁剪得体的双排扣西装和皮鞋，这展现出极高的职业素养。还有球员米勒的女儿手持个牌子，写着爸爸我们爱你。不敢想象这是什么感觉呀，一个做父亲的女儿在场下，自己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太爽了。那么最重要是加拿大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伤还是没好透，没有获得首发出场的机会。
另外，主教练马什还将英冠南安普顿表现很出色，攻入了8个球的队史射手榜次席老将塞勒拉林置于了替补席，但其实效果不太好，拉林最后上来还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希望未来的比赛让拉林打主力吧。除了他之外，其他的人感觉好像不会射门呀。数据方面，加拿大队控球达到了 61.2%， 整场比赛就是加拿大围攻，波黑低位防守和连续解围。加拿大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推进、控球和压制，但却并没有充分的转化为高质量的射门和终结。首轮比赛战成平局，那么 B 组的晋级形势就更加扑朔迷离了。瑞士世界排名第19位，肯定会占一个名额，卡塔尔第56位，感觉卡塔尔也菜。卡塔尔、加拿大和波黑到底谁能晋级？还有对波黑来说，6月18日对阵瑞士队的关键一战，40岁老将泽科能不能够伤愈，能不能够重返首发，这将直接影响 B 组后面的局势。今天波黑队全场解围达到了71次，是有统计以来世界杯单场解围70加以上的第4支球队，让人想起了踢意大利的附加赛决赛，当时穆哈雷莫维奇和卡蒂奇这个双中卫完全把正面上所有能够攻进来的运动战机会全给掐灭了。只是东欧的头球队完全没有走脚下的概念，可以说传递组合能力几乎为零，但就是能坚定的守住，你对面就是没有办法。好的，那么加拿大拿到了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世界杯的历史上只剩10个球队0积分，当然这不含那些还没有出场过的新军，而其中呢有5支参加了本届世界杯，都有望实现0的突破。而没有拿过分的球队里面，人口最多的就是中国大陆啦。好，另外加拿大队史上7场世界杯全部都有丢球，但首次在落后的情况下扳平比分，所以这种英冠的比赛还得是咱们英冠的球员，没别的，世界杯就像万花筒，它每场比赛的风格变化非常大，这也给看惯了欧洲赛场千篇一律的踢球风格的大家注入了一种关于足球新的味道，而且还充满了生命力。只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看你喜欢哪一款了。好，接下来是今天的重要新闻。首先来2个抽象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竟然被美国拒绝入境，这可是世界顶级裁判之一啊。2018年以来，他一直是国际足联国际级的裁判。本赛季他还执法了非洲冠军联赛决赛的次回合，他还获得了25年非洲足联的年度最佳男子裁判奖。他是本届赛事非洲足联的7名裁判之一，但是在迈阿密国际机场被拒绝入境，接受了长达11个小时的移民面谈，随后还被拘留了数小时，然后又被安排乘坐返航航班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对这件事情，白宫方面的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表示，阿尔坦最近一直在和不良的人士交谈，但他又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是唯一一名被禁止入境参加本届世界杯的裁判，也是唯一一名非伊朗籍却被禁止入境的官员。我就说到这里了。我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经发表了声明，那么美国的理由这个裁判是个危险人物，不知道是他的红牌有辐射呢，还是藏了洗衣粉。而在此之后，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立刻官方确认说这个索马里裁判将执法26年的欧洲超级杯。感觉欧足联是想通过这件事和其他大洲继续拉拢，架空国际足联。前段时间欧足联已经跟亚足联在合作，亚足联的教练证书直接可以去执教欧洲的顶级球队，再加上更早欧足联拉上了南美足联，搞了个欧美杯加强合作，现在又和非洲足联合作。那么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传统的纷争在斗争上压了一把筹码，可牺牲的就是本来要吹这场欧洲超级杯的欧洲裁判了。另外抽象的新闻还有，国际足联又闹出来，现在要求海地队更换球衣，理由是海地队的球衣图案带有一些政治或者战争的含义。这套球衣是由哥伦比亚的品牌萨伊塔设计的，图案和1803年决定了海地独立的威尔底耶战役有关。海地在1804年1月1日正式宣布独立，当时也是美洲最早摆脱殖民强权统治的地区。那么在他们的球衣上有一个举旗男子的形象，而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定禁止正式比赛服装出现任何政治、宗教歧视或者冒犯性或者带有个人性质的信息。现在海地代表团已经收到要求他们在首战前必须要修改球衣，但品牌方萨伊塔辩护并否认带有当代的政治意图，这只是向海地的历史和争取自由的斗争致敬，并不是要表达任何意识形态的立场。
更跟现在的海地深陷暴力和武装帮派困扰没有任何关系。所以非法国际足联该硬的时候不硬，对美国白宫只敢舔肥，但对亚非拉的弱势群体不该硬的时候他倒挺硬的。好，开心一下，轻松一下。本届世界杯已经成为垃圾食品的狂欢，到处都能看到汉堡、各种各样的零食、各种各样的棉花糖。美国当地球迷对垃圾食品这种狂热的追捧，让大家都印象深刻。各种各样的奇多玉米片、炸鸡，还有大瓶装的各种各样的碳酸饮料，甚至美国当地许多球迷只顾着吃，只顾着喝，甚至搞错了自己要助威的球队。不过对这一点，老 K 的想法很宽容。我一直说，体育赛事、足球比赛的本质就是娱乐，让大家都开心，吃好喝好，自然就顾不上打架斗殴或者足球流氓的活动了。另外，在美国，18岁的超级巨星亚马尔，他在沃尔玛购物，但周围的顾客美国人呀。照片中我们能看到他在佐治亚州奥格尔索普堡，在一个沃尔玛超市推着购物车闲逛。所以看得出来，世界杯虽然来了，在美国的热度却没有 NBA 的总决赛高。现在仍然有大量的门票在售，而且国际足联正通过各种抽奖方式免费送出部分门票。那么奥格尔索普堡的居民认不出来巴塞罗那的攻击手亚马尔，也就值得理解了。现在亚马尔仍然有伤，巴塞罗那希望他在首战对福德角出场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然后对阵沙特的比赛希望他只踢45到60分钟。巴塞罗那理想中的安排是到了6月27日对阵乌拉圭的时候解除对亚马尔的出场限制。昨天他的女友还晒出来亚马尔在床上敷面膜的照片，同时写道他将带着完美状态出战世界杯。至于什么是完美状态，咱也不好问，只能说床上略显凌乱。现在世界杯上，西班牙这堆年轻人呀，心态相当的放松。亚马尔在个人社媒发了一段视频，看到尼克威廉斯的脚趾和拖鞋，忍不住大笑。1个小时之后，尼克威廉斯迅速反击，发布了一段亚马尔睡觉的视频。他们俩前段时间有伤，但现在刚刚恢复合练。在开始合练之前，还受到了队友的夹道欢迎。特别是尼克，如果能找到欧洲杯那个健康的尼克，他甚至可能比亚马尔的威胁还要大。好，世界杯就是狂欢节，就是节日，咱们继续抽象。这次据队报报道，南非队在世界杯的揭幕战补水暂停之后，本来想重新开球，却被裁判要求咱们必须等到广告放完才能开始踢。美国转播商福克斯电视台的广告，这才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个等待又大概持续了约40秒之后，南非球员才得以重新开球，搞得球员球迷都有些不习惯，感觉到了美国好像踢球都变成了打 NBA。特别是对观众来说，本来看球正起劲儿，下一秒就被切到了广告里面。其实老 K 建议你放广告的同时，旁边来个小窗口，把现场球员喝水的实况直播也放出来，这样更多人看你的广告，大家双赢嘛。另外，没有最抽象，只有更抽象。韩国队对捷克这一场比赛，上半场第25分钟，捷克球员舒尔茨的球衣在拼抢中就被扯破了。捷克球员舒尔茨的球衣在拼抢中就被撕破了。然后更换球衣，这一幕也被转播，于是许多球迷进行了吐槽，在社交媒体纷纷留言，让我猜一猜，他们的赞助是彪马没错吧？哼，对，出事的总是彪马。还有球迷立刻放出此前彪马球衣被撕烂的画面，甚至还有球迷给耐克打了一波广告。众所周知，踢球的都知道，彪马的球员版球衣做的就像塑料袋一样，反而是球迷版的质量很不错。但是老 K 盲猜这球衣容易被扯破，是不是更容易让对方得到黄牌呢？从这个角度想，球衣的质量差也有它的战略价值。好，另外，现在韩国的男性在墨西哥相当的危险。咱们看到韩国 MBC 的记者正在进行现场报道，然后一个墨西哥女孩就突然走过来，抱着他亲吻。前面老 K 说什么来着？而且冷知识，在拉美，女的确实非常主动，见到男的就喜欢上去打招呼，还有主动亲上去。但是在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就属于男的确实非常热情，满大街看见女的就搭讪。另外，4年前世界杯不是梅西夺冠吗？所以这一届英格兰代表队想出来奇招，由他们在西班牙踢球的贝林厄姆出面，请到了梅西的御用理发师，著名的路易斯·安德烈斯·里维拉，在迈阿密的沙龙接待了3狮军团英格兰的半数球员。球员们排着队拉什福德、梅努、埃泽、里斯詹姆斯、沃特金斯、格伊萨卡、夸安萨、尼克奥莱利，
皮克福德和埃里奥特·安德森轮流上前让他理发。这下子老 K 的梦想真要成真了，英格兰队终于有可能拿一次世界杯了。这贝林厄姆剪的新发型，两边平推，中间翘起，这是两翼齐飞的战术呀。对卡塔尔来说，这是从4年前的东道主失意，到现在真正凭自己的真本事参加世界杯赛，是证明之战。2022年东道主卡塔尔3战全败，只进了1个球，但之后又卫冕了亚洲杯，又通过世界杯预选赛进入了决赛圈。2026年就是卡塔尔寻求救赎，今年同样是他们要打破世界杯淘汰赛瓶颈的第一步。瑞士已经连续第6次参加世界杯，过去多届世界杯稳定都进入了淘汰赛。这一届他们又有扎卡、阿坎吉、罗德里格斯、弗洛伊勒、恩波洛，这些都是有经验的球员，同时还有像恩多耶、曼赞比这些新鲜的攻击血液。B 组另外2个队是加拿大和波黑。首先大方向上，瑞士是明显的热门，原因很直接，24年末以来，瑞士在正式比赛一直保持不败，预选赛只丢了2个球，阵容又稳定，而且在欧洲强度又更高，核心球员的大赛经验更丰富。这场压瑞士赢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卡塔尔被低看的原因也很清楚，大部分球员来自他们本国的联赛，整体节奏不行，对抗强度不行，和欧洲成熟的体系相比，啥都不行。卡塔尔主教练洛佩特吉自己也强调，卡塔尔必须接受现实，对手的整体水平明显更高，所以这一场博彩市场方面只按照欧洲队对亚洲队来定价。不过从爆冷的角度看，3大变量：第一，卡塔尔的队员长期在国内联赛，长期在国家队体系，配合默契相当好；第二，他们的2位球员阿克拉姆、阿菲夫还有阿尔穆埃兹阿里都具备单点的制造意外的能力；第3个变数，圣塔克拉拉中午踢球，天气相当热，比赛节奏也会被喝水暂停等等切得稀碎。现在天气预报表示12点钟大概26度，2点钟30度，所以赔率方面，博彩机构倾向性极其明显。瑞士胜大概是-425，卡塔尔胜高达正1200，折合欧洲的赔率，瑞士胜是 1.2 到 1.24 之间，卡塔尔胜是13到16之间，平局的赔率在正450，也就是欧洲赔率6到 7.2 之间。大小球方面，欧洲赢球而且零封的赔率极具吸引力，目前大概是-133，而瑞士独赢且全场总进球数低于 2.5 个，这样的组合赔率 2.25 也是市场现在的热门选择。由于瑞士队绝对的优势，市场给予了他们充分的支持。但是要注意，瑞士队在主教练亚金的带领下，并不是一支动辄就要血洗对手的队伍，他们更擅长通过中场控制稳健的防守。瑞士队更擅长通过中场控制，还有防守很稳健，他们喜欢磨死对手，往往都是小胜。而卡塔尔面对这一点，必然会采取极度深蹲、极度摆大巴，防守反击，所以这场球很可能又是个小球。那么2个队的主教练，过去西班牙的洛佩特吉25年5月正式接掌了卡塔尔，签约到了27年的亚洲杯。洛佩特吉在2018年世界杯前，因为皇马任命事件突然被西班牙足协解职，也没缘带西班牙出战2018年世界杯。这次他终于等来了自己的世界杯的机会，虽然手里的队伍已经不是西班牙，而只是一支卡塔尔，但他给卡塔尔队设定的基调，咱们这次去不是旅游的，不是陪跑的，是要在现实差距里找到自己的竞争力。洛佩特吉的原话是，如果只是为了去世界杯而去，那是愚蠢的。好，瑞士队主教练亚金，过去几年球队的成绩很稳定，但也有一些争议。在24年前后，他和部分核心球员，尤其是扎卡之间关系紧张，但老 K 喜欢的扎卡是个耿直人，后来又公开表示双方已经谈清楚了，关系已经改善。扎卡说，我们都足够成熟，所以至少在公开层面，队长和教练又站到了一起。不过在对澳大利亚的热身赛打成1-1后，扎卡再次发声，公开提醒整支球队，你不能像这样踢球，否则3场比赛后就得回家，我们必须立刻醒过来。所以这场球的看点战术方面，预计卡塔尔会是4-3-3开局，无球的时候基本就是4-5-1，核心目标要压缩中路，避免让对方的扎卡、里德在内部区域拿球。进攻方面，卡塔尔不追求长时间控球，重点是自己阿尔夫的左路，重点是阿菲夫的左路，还有在左侧的内部阿菲夫拿球后的推进。而阿尔莫埃兹在禁区内的终结能力，还有阿尔莫埃兹在禁区内的终结射门能力，埃德米尔森的反向牵制能力，这都是卡塔尔的看点。
而瑞士队更可能是4-2-3-1，扎卡和弗洛伊勒负责控节奏，边后卫适度的压上，恩多耶和巴尔加斯负责拉开宽度，里德在中路找身后的空间，恩波洛压住对方的中后卫。最理想的情况，瑞士队前30分钟就有进球，那也会迫使卡塔尔被迫阵型前体。在关键的对位方面，阿菲夫对上威德莫或者阿坎吉。阿菲夫是卡塔尔队唯一能够连续制造犯规也有过人威胁的球员。如果瑞士在右路压得过高，那么阿坎吉身后的空间就是卡塔尔的反击入口。第二个关键对位，扎卡对上卡塔尔的3个中场。如果扎卡能够舒服的转身，那瑞士就能持续的将球转移到自己的弱侧。而如果卡塔尔的中场球员能够持续的贴住扎卡，那可能瑞士会被迫走更多的边路传中。关键对位3，恩波洛对胡西或者米格尔。恩波洛的背身和冲击力将直接决定瑞士能不能将控球变成在禁区内的触球。卡塔尔的中后卫不怕站位防守，怕的是被恩波洛带走之后，里德和恩多耶插进身后。那么这一次比赛在赛前，圣地亚哥瑞士的营地传来了响尾蛇危机。瑞士队这次在圣地亚哥犹太学院训练基地的地图上就标出了 Snake Area 有蛇，再加上球员恩波洛这次入境延误，那么效力于沙尔克04队的恩波洛，他在2018年休假当时回到瑞士的巴塞尔，凌晨在街边的酒吧附近有一群球迷上来想跟他合影，但最后发生了口角，升级到冲突。虽然恩波洛本人没有动手打人，但他的朋友出手殴打了一名男子，造成了对方的鼻梁骨折，而且恩波洛当场还对受害者做出了口头上的人身威胁，被警方立案追责。他最后承认自己情绪失控，当场道歉。2023年，巴塞尔刑事法院判了他多项非法的威胁罪名成立，13.5万瑞士法郎的罚金，加上3年缓刑，这就留下了刑事定罪记录。25年9月，恩波洛提起上诉，但瑞士上诉法院驳回。而26年4月，恩波洛不再继续上诉，所以有罪的判决正式永久生效，完整的录入了司法档案，形成他确定的犯罪前科。而瑞士这个国家属于美国免签计划 VWP 的成员国，瑞士公民短期赴美国无需纸质签证，仅需要在线申请 ESTA 就可以了。而 ESTA 会联网核查全球犯罪数据库。而在去年6月，由于上诉的流程没走完，判决还没有最终生效，所以不算正式的定刑前科。ESTA 正常审批通过。去年的时候，恩波洛随队赴美国比赛没有任何阻碍，但今年正在瑞士全队包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原本已经显示获得批准的恩波洛，他的 ESTA 被美国国土安全局紧急拉入了深度复查，直接禁止登机。这也是美国免签 VWP 的硬性红线。存在定刑、重罪、暴力相关定罪记录的外籍人士自动失去 ESTA 的使用资格，不能走免签通道。后来恩波洛立刻前往瑞士伯尔尼的美国大使馆，申请世界杯赛事的紧急外交类的纸质签证，不再依靠免签。最后瑞士足协全程对接，完整提交了法院的判决书、庭审笔录等等等等等等。美国审核了全套资料后才予以放行。恩波洛最后单独延后启程，赶上了美国训练营和世界杯的正赛，终于赶上了世界杯，还好没错过。但这2个小插曲从风水上来说多少有些不顺，会不会预示着有冷门的爆发？那么核心球员方面，卡塔尔首先就是阿菲夫，他2次获得亚洲足球先生，是卡塔尔最大牌的进攻核心。本赛季他在年度奖项中第6次获得赛季最佳球员，还实现了3连庄。老 K 记得亚洲杯决赛的时候，阿菲夫进球后拿出了一个写有字母 S 的卡片，那是他妻子名字的首字母，也是把进球献给了妻子。他的父亲哈桑阿菲夫过去曾经代表索马里国家队踢球，后来移居到卡塔尔。2016年，阿菲夫加盟了比利亚雷亚尔，成为首位加盟西甲俱乐部的卡塔尔球员。第2位大哥阿尔莫埃兹阿里，他出生于苏丹，后来进入卡塔尔的足球体系和青训。在卡塔尔的队史上，他也是重要的前锋，是国家队历史射手王。卡塔尔比赛要想爆冷，必须就要让这2个人真正的拿到球。不过过去在2019年亚洲杯期间，当时阿联酋方面曾经对像阿尔莫埃兹等等球员的资格提出了抗议。好在咱们卡塔尔有钱呀， CAS 后来是驳回了上诉，确认是有资格代表卡塔尔。所以冷知识，这里老 K 必须提到卡塔尔国家的阿斯拜尔足球国家工程计划，官方名叫阿斯拜尔足球梦计划。在7年前，卡塔尔2019年亚洲杯夺冠的23个人里面
21个人都出自阿斯拜尔，其中有10个人拥有外国的血统或者外国的国籍。这个计划是2003到2004年，当时卡塔尔想粗暴地规划一些成年的欧美球星，包括像当时德甲的金靴埃尔顿、德德这些都是巴西球员。但由于多国足协集体抗议，国际足联紧急修改了规划的规则，球员没有血缘规划，必须在入籍国连续居住满5年，且不能够代表原国籍出战过国际的 A 级赛事，导致当时卡塔尔的那一批球星规划全部作废。但因为卡塔尔这个国家很小，整个国家常住的人口就260到290万左右，它本土的公民呢仅占15%，就只有30万人，所以足球适龄的青训人口基数极小极小，光靠本土这30万人完全就不可能有什么球星。所以卡塔尔王室决定举国投入，建立了长期国家队的青训和幼年就将有些小孩规划这种绑定的方案，总投入累计达到了300亿美元。2004年动工修了阿斯拜尔精英学院，这是他们国家级的足球黄埔军校。全球的球探海选目标就是9到13岁的少年，主要选定了亚非拉的7个国家。正因为宗教大家都是伊斯兰教，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隔阂非常低，所以来了也很容易融入卡塔尔。这个计划每年都要筛选数百名有天赋的少年，来了之后小球员就全额的免费食宿，学费、训练装备全都免费，每年还要给原生家庭固定的现金补助，大约是每年5000美元。承诺他们如果成才以后职业合同、卡塔尔的国籍、本地的永久定居的福利通通都有，再加上每2到3年的一轮筛选，潜力不行的人也可以免费留在卡塔尔读书就业，或者安排你返回原国籍。所以这样的小球员，他的童年青春期全程在卡塔尔长大，对卡塔尔国家的归属感极强，不是那种成年后拿球转会的雇佣军。但现在卡塔尔已经停止大规模的在海外进行小球员的海选，不再大批量的引进外国的少年，转而使用一些已经定居卡塔尔的移民2代、3代的孩子，不再新增海外的规划小球员，他的青训体系也逐步彻底的本土化。所以刚才提到的这2位以及卡塔尔的绝大多数国脚，他们都是阿斯拜尔足球梦计划的成果。这是花了300亿美元长达20年的长线经营，也是现在卡塔尔足球崛起的底层逻辑。好，第3位胡西，他是卡塔尔防线的重要老将，能够踢中后卫，也有一脚定位球的进攻威胁。对上瑞士这种身体很强壮的队伍，胡西的价值就不只是防守，他在角球、2点球方面经常都有进球。瑞士这边队长扎卡，这是他个人第4届世界杯。扎卡是咱们节目的老熟人老 K 非常喜欢他。他的精神属性，他是瑞士队的精神轴心，也是中场组织核心，属于整支队伍的绝对灵魂。他作为后腰，就像是掌控进攻节奏的4分卫，同时也是后防线前面的屏障。不过在2018年世界杯对阵塞尔维亚的时候，扎卡和沙奇里一起做出了双头鹰的庆祝动作，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随后国际足联还启动了纪律程序。这件事也是在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阿族之间的100年恩怨。特别是1999年，塞尔维亚当局在科索沃推行高压的政策，爆发了武装冲突，造成大量的阿族平民流离失所。后来北约也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就空袭了南斯拉夫联盟，最后塞尔维亚军队撤出科索沃，科索沃交由联合国托管。而沙奇里1991年就出生在当时是塞尔维亚管辖的科索沃，他小时候全家作为难民逃往了瑞士。那场球他赛前球鞋的内侧就悄悄地印上了科索沃的旗帜，赛前就憋了一股劲儿。而扎卡他的父母也是科索沃的阿族人，父亲在南斯拉夫时期因为民族的立场还被塞尔维亚当局长期的关押入狱。扎卡的亲弟弟后来选择代表阿尔巴尼亚国家队出战，整个家族民族立场极强。而2018年那一次，当时瑞士的队长利希施泰纳也一起上前做出了双头鹰的手势，同步站队。双头鹰是源自拜占庭帝国双头鹰的徽章。由于15世纪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高举了红底黑鹰的旗帜，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所以从此双头鹰成为了阿尔巴尼亚民族永远的图腾。甚至阿尔巴尼亚的别称就是山鹰之国。科索沃境内有90%以上的人都是阿尔巴尼亚族，阿族都普遍将双头鹰视作自己民族的身份象征。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的宣布独立，随后欧美包括阿尔巴尼亚等多数的西方国家都予以了承认，只有像塞尔维亚、俄罗斯、中国等多个国家始终不承认科索沃主权是独立的。
所以，当这两名科索沃出身的阿族球员亮出民族图腾双头鹰，在塞尔维亚球迷和足协的眼中，那就是公开的政治挑衅。好在最后各自罚款了1万瑞士法郎，官方给了警告，免于禁赛。利希施泰纳跟随着庆祝，也被罚款了5000瑞士法郎。至于对面的塞尔维亚足协，当时因为现场球迷打出了歧视的横幅，投掷了杂物，被国际足联追加罚款5.4万瑞士法郎。塞尔维亚主教练赛后公开指责国际足联双标，也被单独罚款。好，瑞士队恩波洛，他出生在喀麦隆，后来代表瑞士。222年世界杯，恩波洛对阵出生国喀麦隆进球后没有庆祝，他的心里面也是五味杂陈。这也是4年前的世界杯最有故事感的瞬间之一。第3位阿坎吉，阿坎吉过去效力于曼城瓜迪奥拉手下，现在在国际米兰，他是瑞士队后防的核心，也是主教练亚金体系里面最适合把球从后场带到中场的人。第4位恩多耶，他是更年轻更直接的边路的爆点，在赛前热身对阵澳大利亚他就早早进球，说明他的状态不错。面对卡塔尔的收缩，恩多耶的纵向冲刺和反抢后的第一时间前插，这是瑞士队打破慢节奏比赛的重要武器。 OK， 先说结论，胜负倾向肯定是瑞士胜。我的判断是瑞士的整体实力、稳定性还有比赛的控制力明显更强。卡塔尔有组织性，也有单点的爆破能力，但想要长时间限制扎卡、限制阿坎吉、恩波洛和两翼难度很高。最可能的比分，卡塔尔0-2输给瑞士，备选比分1-2。最可能的进球方式，瑞士通过边路传中后的2点球、内部的倒三角，或者扎卡转移后在弱侧的进攻破门。卡塔尔如果想进球，最可能来自于阿菲夫的反击制造机会，或者就是定位球形成混战。如果这场球卡塔尔能够守到60分钟仍然不丢球，那比赛会从瑞士的控制下变成极大有可能爆冷门。OK， 巴西对摩洛哥，先说结论胜负倾向于巴西小胜。首选比分巴西2-1摩洛哥，备选是1-1或者巴西的3-1。从逻辑上看，巴西的整体阵容厚度、边路的个人能力还有定位球的优势更明显。摩洛哥虽然有4年前留下的防守纪律和反击，但这次阿格德、埃扎尔主力缺席，马兹拉维的状态也有疑问，他们在后防线上的稳定性下降。大数据模型也支持巴西明显占优，但也不是碾压局。博彩赔率方面，大球是正100 2.07 的赔率，小球是-130 1.77 的赔率，市场预期明显偏向于低比分。这也是因为摩洛哥在面对世界顶级强队的时候，一贯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而双方都有进球的赔率是 2.02 到 2.04， 否的赔率是 1.75 到 1.87。 这说明博彩公司们都更看好出现一方零封的局面，特别是巴西在拥有卡塞米罗和吉马良斯这是中场防守的双保险，所以巴西零封对手的理论概率略高。而巴西让一球的赔率是正115，摩洛哥受让一球的赔率是-160，这就意味着巴西虽然赢下比赛的概率高达60%，但想要净胜2个球或者以上的难度极大。摩洛哥在防守端具备极强的韧性。综合盘口上的分析，巴西队的锋线宽度足以在比赛的某个时间段撕开摩洛哥因为伤病重组的防线，而摩洛哥或许平局的这种机会则吸引了大量看好摩洛哥制造冷门的避险资金。巴西队名帅安切洛蒂带领着他们冲击第6颗星，但摩洛哥也不弱，在目前的周期他们仍然保持强势。天气方面，老 K 注意到当天晚上傍晚气温接近31到32度，这对高强度的逼抢、边路冲刺还有最后20分钟的体能是巨大的考验。这两个队上一次世界杯交锋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当时罗纳尔多、里瓦尔多和贝贝托联手进了3个球，3-0巴西胜出。但经过了28年过去了，世界足坛的版图完全不一样。4年前摩洛哥在卡塔尔世界杯历史性杀进了4强，这也创造了非洲国家在世界杯历史上最好成绩。而巴西02年夺冠以后陷入了长达24年的冠军荒。过去3年巴西经历了各种动荡，换过了多名主教练。由于在南美区预选赛只排第5，安切洛蒂最后阶段接手。伤停方面，巴西的内马尔确定不会出战首轮，而罗德里戈、埃斯特旺、米利唐都因伤无缘最终的名单。韦斯利在热身赛左大腿受伤，已经被埃德森替换。而摩洛哥前面老 K 也已经详细的介绍过了，他们是在雷格拉吉离任以后 U20 的世界杯冠军教练瓦赫比升任成年队主教练，但同时也是世界杯成年队赛场的新人。所以前面的视频巴西和摩洛哥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多的也不说。
巴西的战术看起来是4-2-3-1，但无球的时候会变成4-4-2。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的自由度很高，库尼亚和帕奎塔负责补边路，卡塞米罗和布鲁诺负责2点球和防守反击时候的保护。最近的训练中，巴西的重点是如何保持结构，并重点演练了定位球。比赛中，如果哈基米压得太深，那么维尼修斯就可以打他身后；如果哈基米不压，摩洛哥反击的威胁又会大大下降。这是本场最大的博弈点。22年的摩洛哥是依靠他们紧凑的防守阵型、低位摆大巴的防守，还有快速转换，让强队打他呀就很难受。但现在阿格德缺席，中后卫的默契度下降，巴西也会重点用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帕奎塔在对方的中后卫和边后卫之间制造接球点。中场的关键点就是看谁能拿到第2落点。巴西队要避免丢球后被布拉辛、被哈基米、被萨巴里打3秒的转换，摩洛哥则要避免在低位解围以后总被巴西的2次进攻又压回来。最后是定位球，还有高温。如果摩洛哥前60分钟能守住，那么最后阶段的巴西就需要替补提供创造力。可现在内马尔、罗德里戈、埃斯特旺都不在，替补席上巴西的破局方式也会少一些。好，苏格兰对海地，先说结论，胜负倾向苏格兰是小优，他们整体的阵容深度，还有热身赛进攻的状态，以及定位球、中场后插上的优势都更明显。但海地队的速度、情绪、能量以及反击的质量都足以制造冷门。最大的变数是麦克托米奈的身体状态，还有海地皮埃尔伤退以后中场由谁补位。这场比赛晚间仍然很热，如果苏格兰压上后体能下降，那海地反击的威胁会变得更大。比分老 K 猜苏格兰1-0或者2-1海地。这场在国际的主流博彩市场上，苏格兰队凭借更为优厚的大赛底蕴，还有高度成熟的战术结构，他们被赋予了鲜明的上盘的定位。但后来的数据流动曲线可以看出，市场资金对海地的低估正在逐步的修正。两个队之间的实际差距随着多名欧洲主流联赛规划球星的加入而变得急剧收窄。从市场风向来看，各大博彩巨头对苏格兰的防线组织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而有些英国本土的博彩商给苏格兰的核心球员麦克托米奈的进球开出了高达66-1的特殊的增强赔率。这也反映出资金对苏格兰中场的后插上战术有一种普遍的预期。苏格兰现在热身赛的状态更完整，他们在热身赛2场合计进了8个球，丢了1个球。而海地先是4-0大胜新西兰，随后2-1又输给了秘鲁队。但是千万不要低估他们不仅身体更大更强壮，而且其实也很有技术性。特别是苏格兰的伤病，他们少了比利吉尔摩，而麦克托米奈和麦肯纳也有小的状况。海地队则损失了中场球员皮埃尔，因为右内收肌的受伤退出世界杯，补招了中后卫加文梅图萨拉。战术方面，海地大概率不可能跟苏格兰硬拼控球的能力，而是会用4-4-2或者4-2-3-1的阵型压缩中路，依靠边路和前锋打纵深的反击。主教练米涅的海地队是一支垂直转换型的球队，他们的关键点反击第一脚会找贝勒加德或者让雅克，再通过普罗维登斯、纳松、伊西多尔冲击苏格兰边后卫的身后。只是在皮埃尔伤退以后，现在中场他们少了一个覆盖和衔接的点，贝勒加德身上的压力会更大。而苏格兰更可能主动的控球，但他们也不是传统的高控传球，但传控本身不是他们的特点，而是通过罗伯逊在左路的传中，麦克托米奈的后插上，还有麦金前场的压迫和定位球制造优势。主教练克拉克近年来是最喜欢用4-2-3-1，而不是过去标志性的5后卫，所以关键的区域在苏格兰的左路对上了海地的右路。罗伯逊如果能压上，那海地的右路就被迫回收，但罗伯逊的身后也会给纳松或者伊西多尔一些空间。而定位球方面，海地在对秘鲁的热身赛末段被角球连击逆转，这也是苏格兰会重点研究的弱点。中场的第2落点方面，没有了基尔默之后，苏格兰的节奏控制会下降。麦克托米奈身体状态好还行，如果状态不行，苏格兰也会更加依赖长传、传中和2点球。这次海地的球迷由于世界杯的票价太贵，许多都无法亲自来美国支持球队，还有美国旅行的限制要知道许多海地球迷还没有签证，而苏格兰球迷 Tartan Army 已经抵达了波士顿。这次就看看大型的海地社区和苏格兰的远征球迷会共同制造怎样的氛围。
苏格兰队在经历了28年的漫长等待，终于重返世界杯顶级舞台，而海地队则是时隔了52年，实现了国家层面的历史性回归。两支都长期缺席世界杯的球队，这次就要争第一口气。澳大利亚对土耳其，先说结论，胜负方面倾向于土耳其小优，但平局的概率很大。最可能的比分是1-1，第二种可能是土耳其2-1取胜，前提是阿尔达或者哈坎能在上半场就打开空间，凯南替补登场后能够制造第二波冲击。而澳大利亚要想进球，要依赖苏塔尔还有延吉的定位球破门，还有伊兰昆达的反击制造机会，而门将瑞安必须要多次扑救守住比分。这场球最大的变数是图雷是否能首发，凯南能踢多久，土耳其如果久攻不下，他们的情绪管理会怎样？最后是澳大利亚定位球的质量。博彩市场方面，土耳其依靠他们更有技术优势的阵容，还有在欧洲主流联赛有许多效力的核心球员，所以各大机构都一致认为土耳其是取胜热门。土耳其赢球的赔率期间在 1.61 到 1.8 之间，澳大利亚的独赢赔率高达 4.5 到5，平局的赔率稳定在 3.5 左右。但在让球盘口方面，亚洲盘开出了土耳其让半球一球的高水，或者让一个球的低水。对于希望规避风险的球迷来说，选择澳大利亚在亚洲盘口的受让，这是一种合理的避险方案。这个盘口在澳大利亚胜或者平的情况下，可能全额派彩，而在澳大利亚仅输一个球的情况下，也仅仅损失一半的本金。大小球方面，市场也是显著的低比分倾向，大球赔率2，小球赔率 1.8， 所以市场预期澳大利亚将通过标志性的低位防守摆大巴来减缓比赛的节奏，压缩土耳其技术型中场的渗透空间。通过热身赛预选赛能看到，澳大利亚展现了防守端很高的纪律性，导致他的比赛进球率偏低。所以如果用土耳其独赢加上小球这样的组合玩法，这是主流资金青睐的方向。这次遇上是两个队史上的第3次交锋，也是2004年2场友谊赛后首次碰面。当年土耳其是2战全胜，可澳大利亚是连续第6届打进世界杯决赛圈了。不过主教练波波维奇的这一次名单年轻化明显，26个人有17个人是首次参加世界杯。至于土耳其，老 K 已经开专题专门介绍过，这里就不再多说。土耳其的进攻主线是恰尔汗奥卢后置组织，可可区在中前场的连接，居莱尔负责进入右侧的内部区域拿球，而卡迪奥卢从左路推进，其他的球员冲击身后。土耳其并非只依靠居莱尔，而是一种多点的技术型结构。好的朋友们，感谢您，提醒您别忘了点赞，线上嗨普积分，非常谢谢。咱们这个节目值得您订阅，那么明天再见。